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很多人在家里面炒西葫芦的时候，都是直接的下锅就炒，难怪做出来不好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西葫芦的小技巧，这样炒出来的西葫芦清脆爽口，好吃又下饭。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简单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2根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西葫芦，我们将西葫芦清洗一下之后，接着再把它的头尾切下来去掉不要，紧接着再将西葫芦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将它一分为4，接着再用平刀法将里面的瓜瓤切下来去掉不要。因为中间的瓜瓤它的含水量非常的多，如果没有去掉的话，那么在炒的时候就会出很多的水的。将全部的瓜瓤去掉以后，接着再次的给它对半切开，一分为2，最后再将西葫芦改刀切成薄片，这样熟起来会比较快，但是也不用切得太薄，厚度的话大概是 0.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将全部西葫芦改刀切好后，给它装在大一点的盆里面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再用手给它抓拌一下，给它抓拌均匀。我们用些许的食盐将西葫芦腌制一下，这一步主要是为了杀出西葫芦里面多余的水分，让西葫芦吃起来更加的爽脆。我们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一旁腌制20分钟备用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一小块新鲜的五花肉，先给它改刀切成大厚片，最后再切成长条。我们在炒西葫芦的时候，添加少许半肥瘦的五花肉，可以让炒出来更加好吃。将五花肉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备用。主料和配料准备完毕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，准备几个大蒜。先用刀给它拍一下，给它拍扁，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将蒜末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，同样的给它切成姜末。最后再准备葱白少许。将它清洗干净以后，改刀切成小葱花。如果家里人爱吃辣的话，我们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辣，清洗干净以后，直接的切成小圈。将小料全部切好后，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好了，现在的西葫芦已经是腌制了20分钟了，接着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清水。给它清洗一下，我们用手给它持续的搓洗一小会，将西葫芦里面的一些盐分清洗出来。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给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继续的给它清洗一下。西葫芦经过腌制以后，我们尽量的将它多淘洗几遍，把西葫芦里面多余的一些盐分清理出来。这样就不会造成西葫芦在烹饪过程中出现过咸的现象。我们将西葫芦淘洗几遍之后，接着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，下面我们先提前的调制一个料汁，小碗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还有一点点的生抽，然后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和白糖提鲜。最后再添加半勺淀粉，还有适量的清水，然后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先提前的准备一个料汁，可以大大的缩短烹饪的时间，避免了在烹饪过程中手忙脚乱的。我们将料汁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烹饪，锅中添加少许的油，然后再将切好的五花肉放进锅中，开中小火给它翻炒一小会。先把五花肉里面多余的一些油脂煸炒出来，
炒出油脂后，我们再把切好的姜葱蒜放进锅中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，给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把小料翻炒出香味。翻炒几下之后，接着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蚝油，还有一丢丢的酱油，然后再继续开小火将它翻炒一下，把酱料的酱香味翻炒出来。我们给它持续的翻炒1分钟，将所有的食材炒香以后，接着再把控干水分的西葫芦放进锅中，然后再沿着锅边燃上些许的料酒，去腥增香。接着再把火候调为大火，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将它翻炒均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别调味，我们需要先把西葫芦翻炒至8成熟左右。我们用锅铲给它持续的不停的翻炒一下，让西葫芦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，而且还需要全程的开大火翻炒，这样翻炒出来的西葫芦不容易出汤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更加的爽脆又好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我们给它持续的不停的翻炒一下，大概翻炒个2分钟左右，将西葫芦翻炒至8成熟。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，将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。调味过后，我们再继续的用锅铲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，让里面的料汁充分的化开。给它持续的不停的翻炒一下，让里面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尾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简单的翻炒几下，把它翻炒均匀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小炒西葫芦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最后关火，给它出锅，装在盘子里面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西葫芦，吃起来清脆爽口，好吃还下饭，而且里面有荤有素，荤素搭配也超级的有营养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道菜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相信看完视频的你就已经学会了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